男人只是打碎了一盒鸡蛋，却发现原本掉在地上的鸡蛋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煎蛋，这瞬间让他察觉到地表温度在急剧上升。等抬头一瞅，他直接傻眼了，只见马路上的地面竟突然裂开，仿佛就像是有什么生物想破土而出，这顿时就吓得他屁滚尿流，赶紧坐上小电车，一脚油门下去，连充电器都没法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不曾想下一秒，后面的地面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，熊熊烈火瞬间凝集成了一个火焰龙卷风，将旁边的建筑物彻底摧毁。为了活命，男人只好疯狂地朝前面行驶，可是前方的路面也不安全，大街上的路面都在不规则地发生爆炸，没有办法的他只好艰难地行驶，而被火焰破坏的高楼大厦也开始了倒塌。就在这时，另一辆车被他的小电车挡住，疯狂地按喇叭，可是男人根本就不敢给他让路，结果下一秒后车就被建筑物给送去西北。为此，男人只好疯狂地前进，但很快他的车窗就突然起雾，吓得他赶紧擦拭挡风玻璃，不料却差点撞上前方的汽车，好在他的驾驶技术过硬，最终有惊无险地将小电车停下。直到这时，男人才发现外面的气温竟逐渐恢复了正常，疑惑的他缓缓打开车门走了下去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后背一阵发凉，只见整个城市都被烈焰给占据，没有逃出来的人全都葬身在了火海中。可这种极端的灾难并没有停止，甚至还在全球各地持续上演。在日本的某个繁华街道，人们突然遭遇了超大冰雹的袭击，不少逛街的人都被冰雹砸死，有些人还想试图躲到建筑物内，但最后还是惨遭不幸，就连路上行驶的车子也没办法抵挡。在这种巨型冰雹的摧残下，无数车辆都被当场砸成了报废车。而与此同时，在巴西的一个沙滩上也发生了可怕的事情，一股冷空气迅速朝着陆地蔓延，沙滩上的人们见状还想逃跑，可他们哪里跑得掉，一瞬间人们都被冻成了冰雕。看到这可怕的一幕后，幸存下来的人开始疯狂逃命，生怕晚一点就会永远的留在沙滩上。眨眼间，冷空气就蔓延到了公路上，天上的鸟也变成冰雕，纷纷掉了下来。而此时逃亡下来的女人本以为自己顺利逃脱，但下一秒她就瞬间陷入了绝望当中。只见一架被冻住的飞机竟朝她掉了下来，最后因为惯性直直地冲向了大楼。而此时中东地区也席卷起了无数条巨型龙卷风，疯狂地摧残起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。一些人们见状还想要逃跑，但他们哪里逃得掉。与此同时，迪拜也遭到了史上从未见过的巨型海啸，沙滩上的人开始四散而逃，生怕被卷入可怕的海啸当中，但他们又能逃到哪里去？很快海啸就瞬间淹没了整个城市。在沙漠中骑骆驼的老人怎么都想不到自己竟在沙漠里被海啸淹死，而造成这一系列灾难的主要原因还要从人类本身说起。原来就在3年前，由于人类肆意的破坏环境，导致地球迎来冰川融化、洪水、龙卷风一系列的极端天气，短短几天就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。为了阻止悲剧继续发生，各地总统纷纷召开紧急会议，最终经过无数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，研制出了一种能控制天气的卫星。随着无数卫星发射到太空，卫星也组织成了一个能覆盖全球的卫星网。而自那以后，地球上的极端天气才算是得到有效控制。本以为从此之后地球再无灾难，可就当3年之后的某一天，却发生了一件极其诡异的事情。只见在一处高达40度的干旱沙漠中，竟突然出现了凝结起来的冰霜。等到士兵们走进这个小镇后，竟发现这里所有人都被冻成了冰雕。很快，这起事件就引起了军方的注意。经过一番调查之后，他们发现这极端天气竟是一颗卫星出现故障导致的。殊不知，这其实是一场密谋许久的阴谋。而为了修复好那颗故障卫星，一名空间站的维修员径直来到了故障卫星。谁知他刚刚进来，舱门就突然的关闭，紧接着维修员就被吸到了太空中。没有办法，他们只好安排另一名维修员杰克前去维修。可等杰克好不容易来到故障卫星跟前时，控制卫星的机械臂却突然发生了失控，而这也瞬间导致卫星当场报废，所有储存数据的硬盘全都损坏。一系列的巧合让他认为这很可能是有人在故意搞破坏。为了弄清怎么回事，他们迅速查看录像，最终发现遗留的一块门板卡在了空间站外围。要知道门板里面有一块数据硬盘，这也成为了揭开真相的关键。于是杰克就穿着太空服走出了空间站，打算把那块门板给拿进来。可就在他们返回的途中，他的太空服却突然出现了破损。好在最终他一把抓住了空间站的边，这才侥幸捡回了一条小命。虽然门板最后没能保住，但门板里的硬盘已经被杰克拿了出来，可他却只把这件事告诉了女站长，对外声称什么都没有拿到，因为他怀疑空间站里有内鬼。果不其然，经过他和女站长的暗中调查后，发现之前的一切确实是人为的。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，杰克迅速找到了地面上的卫星维修师麦克，将空间站出现内鬼的事情告诉了他。得知内鬼正在试图启动一个宙斯计划后，迈克尔二话不说就找到了女友寻求帮助，因为女友是总统的贴身保镖。果不其然，经过女友的帮助后，他们终于得到了宙斯计划的访问权限。原来幕后黑手这是把卫星网当成了武器，一旦将宙斯
斯计划顺利启动，卫星网就能随意的攻击任意城市。而与此同时，空间站里的杰克也有了发现，那就是有人给系统植入了病毒，这才导致了卫星被病毒入侵，不受控制。可是清除病毒必须要重启，而重启系统的密码就只有总统知道。很显然，种种迹象都表明，总统就是这最后的幕后黑手。还不等他们想出应对措施，太空中的无数卫星就突然失去控制，瞬间就导致全国各地发生了巨大灾难。为阻止悲剧发生，他们只好寻找总统拿到密码，重启系统。可他们的权限有限，最终也只找到了副总统。本以为副总统能帮助他们，可没想到副总统却将麦克带进了小黑屋，二话不说就掏枪准备除掉麦克。很显然，这幕后黑手原来是副总统，他这是想除掉总统，然后利用卫星网控制整个世界。而此时，总统还在台上若无其事的演讲。为了保护总统的安全，麦克立马就找到了女友。在得知总统现在有生命危险之后，丽莎毫不犹豫地朝天空开了几枪，故意制造混乱，打断了总统演讲，然后以现场有杀手出现为由，骗周围的安保前去寻找，然后掩护总统坐上了一个小汽车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说了出来。起初总统还不相信副总统要杀了自己，结果下一秒卫星就突然启动，瞬间将身后的演讲现场劈成了碎片。得知副总统正在密谋宙斯计划，试图用天上能控制天气的卫星控制整个世界后，总统立马就和卫星维修师麦克前往了航天基地。而另一边，麦克的女友则抓到了躲起来的副总统。虽然最终宙斯计划的幕后黑手被抓，可是被病毒入侵的卫星已经开始启动。冰天雪地的莫斯科温度急剧上升，随着一股炙热的射线从天而降，所到之处瞬间沦为了一片废墟。而此时，空间站的自毁程序也已经启动，为了活命，所有人员都转移到了飞船上，准备离开空间站。唯独只有杰克和女站长选择了留下，因为只有重启卫星系统才能清除掉控制卫星系统的病毒。而此时，总统也跟随麦克来到了航空中心，将重启密码传送到了空间站。虽然最终卫星系统顺利启动，可是空间站的自毁程序则无法停止。下一秒，整个空间站就瞬间发生了爆炸。就在所有人认为两人没救了时，地面上却突然传来了一个求救信号。原来就在空间站发生爆炸后，杰克在太空发现了一颗没有故障的卫星，于是拼尽全力带着女站长躲了进去，这才幸运逃过了一次爆炸危机。见到这里，航空中心立马组织前去救援。随着一艘飞船连接到他们所在的卫星，两人最终安全地被救回了地面。至此，一场足以毁掉全球的灾难终于画上句号，人们则又回到了以往的幸福生活。至此，影片结束。全球风暴这部电影以气候危机作为背景，展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死搏斗。影片不仅探讨了气候变化的严重性，更揭示了人类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渺小与无助，以及团结一心共同抗击灾难的重要性。这部影片告诉我们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为了我们的美好家园和未来，我们必须珍爱环境和保护环境。